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今天我們要來深究一個極度敏感，但在現代社會又無比核心的議題。我們經常在各種新聞事件中聽到一種爭論：體育到底該不該歸體育，政治又該不該歸政治？這其實是一個水很深的問題。針對這個複雜的局面，威爾士足球協會執行長諾爾穆尼在牛津大學的辯論場上提出了一個非常精闢的實戰派觀點。他指出，體育和政治確實呼吸着同樣的空氣，兩者會對相同的社會事件做出反應，甚至偶爾會發生激烈的碰撞。但是，這兩者絕對不能合併成同一個實體。為什麼他會這麼說呢？其實邏輯很簡單，因為體育的影響力實在太龐大了。一旦體育被政治全面接管，我們將失去現代社會中僅存的一塊淨土。其實，體育擁有一種極度獨特的魔力，它提供了一個完全開放的空間，讓來自不同背景、不同宗教、不同社會階層，甚至彼此在現實生活中毫無共通點的人，能夠純粹以人類的身份建立連結。大家不妨想象一個場景，無論你是貧窮還是富有，無論你的膚色是什麼，當你們穿上同一件球衣，戴上同一枚徽章的時候，你們就共同擁有了那90分鐘的希望。這種不需要任何政治意識形態就能產生的歸屬感，正是體育最強大的力量。它給予人們尊嚴，卻不要求你必須同意某種特定的政治立場。這點在我們這個高度分裂的世界裡，真的非常珍貴。重點來了。我們進入歷史的維度，來探討第二個章節：跨越國界的歷史印記。讓我們來看看體育究竟擁有什麼樣撫平政治傷痕的強大力量。讓我們把時間推回到1914年的12月，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當時的英國與德國士兵在壕溝戰的無情殺戮中，竟然主動放下武器，走出壕溝，在冰天雪地裡踢起了一場美麗的足球賽。這不是任何政府下達的和平命令，而是人性在政治徹底失敗的地方破繭而出。接着把時間快轉到1954年，西德隊贏得了世界杯冠軍，這在歷史上被稱為伯恩奇蹟。那場勝利不是政府的宣傳政策，那就是純粹的足球，但它卻為一個在二戰後支離破碎的國家找回了尊嚴，幫助德國人民重新建立起對未來的自信。再來是1998年的世界杯，伊朗對上美國的比賽，這兩個國家的政治關係可以說是水火不容。當時伊朗的獨裁政權甚至下令球員絕對不能跟美國球員有任何互動。但是，伊朗的球員們冒着極大的個人生命危險，公然違抗了這個指令。他們在全世界的目光下，將象徵和平的白玫瑰交給了美國球員，勇敢地展現了他們不認同極權統治的立場。這三個歷史事件充分證明了，體育能做到政治永遠做不到的事。從剛才提到的伊朗球員送白玫瑰的歷史事件中，我們必須在邏輯上思考一個嚴肅的問題。當某個國家的政府做出不當的政治行為時，國際上要求禁賽該國國家隊的呼聲總是特別大。但是，如果我們真的禁止了一支國家隊參賽，我們懲罰的到底是那個壓迫人民的極權政權，還是那些可能本身也反對該政權的無辜球員呢？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政府會更迭，民主可能會被推翻，獨裁政權終究會垮台，但是國家隊這個象徵會一直存在。如果體育界把國家隊當作國家機器的延伸來對待，那麼體育就不再屬於廣大的人民了。我們繼續聊下去，進入第三個章節：政治介入的沉重代價。當體育的本質被扭曲，意識形態究竟會如何摧毀體育的根基？這裡我們必須直面一個核心問題：體育管理機構真的應該成為全球地緣政治的仲裁者嗎？從實務治理的角度來看，答案絕對是否定的。政治本身充滿了龐大的詮釋空間，對某一群人來說是自由鬥士的人，在另一群人眼中可能是恐怖分子。一個國家的抵抗行為，可能是另一個國家的侵略行為。體育管理機構既不是國際法庭，也不是各國的外交部，他們根本沒有任何民主授權去評判世界各國的政治
對錯。如果社會大眾要求他們去裁決每一場戰爭、每一次軍事佔領，或是每一條有爭議的國界，這不僅是不切實際的幻想，更會徹底摧毀體育在全球範圍內的公信力。因為不管你怎麼判，永遠都會有人指責你虛偽，對吧？當然，身為理性的分析師，我們不能天真的認為體育可以奇蹟般的抹除人類所有的偏見。如果體育真的這麼神，種族歧視就不會至今仍然是體育界難以抹滅的污點。但是，體育確實能夠以一種政治極少能做到的方式，卻有效瓦解仇恨。它能在那些已經將抽象的仇恨深植人心的極端環境中，創造出脆弱卻極為重要的情感連結。當你支持的球星為你進球，承載着你的希望時，即使他的膚色或背景跟你完全不同，你的內心依然會產生某種微妙的變化。這些瞬間將彼此人性化了，就像1982年的北愛爾蘭世界杯足球隊，他們的存在為當時深陷殘酷教派衝突的北愛爾蘭人民提供了一個短暫放下對立、共同歡呼的珍貴時刻。這些情感連結或許無法解決複雜的政治死結，但它絕對能大幅削弱仇恨的力量。既然了解了代價，我們就必須探討第4個章節——實務中立性，來談談我們到底該如何守護體育的公平與大眾信任。保持體育的中立性，絕對不是在逃避現實，或是假裝全球的衝突不存在。相反地，體育中立的真正意義是嚴格地站在這些政治衝突的上方，以維持公平與信任。體育機構的高階決策者每天都在面對各種公關與道德危機，從俄羅斯、以色列到巴勒斯坦，各種充滿極端情緒的衝突不斷考驗着他們的治理能力。他們經常被外界逼迫表態，面臨巨大的輿論壓力。在這種猶如走鋼索的情緒雷區中，到底該如何安全導航呢？諾爾·穆尼提出了一個非常清晰且實用的終極指導問題：每一次遇到爭議時，管理者都應該先問自己，外界要求我們表態的這件事，到底是一種具有黨派色彩的政治意識形態，還是一種普世的核心價值？這個問題就是我們劃清界限的最強武器。接下來這一點超級重要，我們必須非常清楚地把天平的兩端切割開來。天平的一端是所謂的黨派政治，那是國家之間的權力爭奪，是去支持某個特定的政黨或政治陣營。這類型的活動絕對不應該進入體育界。但是天平的另一端是普世人權，像是確保球迷的進場安全、捍衛多元性別族群的基本權利，或是堅決反對種族歧視。這些從來都不是政治立場，這是基於人道主義的普世原則，保護人類免受傷害，允許每一個人都有公平參與的權利。這不是意識形態。體育界站出來捍衛人類的尊嚴，並不是在玩弄政治，而是在履行最基本的道德義務。我們絕對不能把捍衛人權跟搞政治混為一談。說到這裡，一定會有反對者提出強烈的批評。他們可能會說，保持中立只是在維持既得利益者的現狀，甚至是在變相幫助強權。著名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戴斯蒙·圖圖曾經說過一句極具分量的話：如果你在不公正的場合保持中立，你就是選擇了壓迫者的一方。這句話完美地點出了我們必須具備的細緻思維。把傳統的黨派性的政治趕出體育界，絕對不代表我們要放棄最基本的道德責任。我們拒絕讓體育變成政黨宣傳的擴音器，但我們絕對不能在捍衛人類基本權利時保持沉默。這不是雙重標準，這才是真正具有高度的治理原則。簡單整理一下剛剛的內容，我們到底該怎麼在實務上完美落實這種實用的中立性呢？諾爾·穆尼提出了4個非常具體的解決方案。我個人認為，這些原則甚至應該被強制寫進每一個國際體育機構的最高章程裡面。第一，絕對不為任何政黨或選舉運動背書，保持絕對的政治距離。第二，當面對關乎人身安全、社會平等或是基本尊嚴的議題時，必須果斷採取行動，絕不退縮。第三，在做重大決策時，必須依賴國際通用的框架與人權標準，而不是屈服於短暫的社群情緒或是龐大的商業利益壓力。第四，也是最基礎的，必須維持完全透明的治理結構，所有的決策過程跟邏輯都必須攤在陽光下，這樣才能真正讓人信服。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來到了最後一個章節——不受操弄的避風港。體育必須堅守非政治化的最後底線。在真實的政治領域裡，標準往往是浮動且不一致的，而這種不一致會徹底摧毀大眾的信任。一旦廣大的球迷覺得體育機構會選擇性的發聲，體育累積100年的公信力就會在瞬間崩塌。這就是為什麼體育管理機構必須死守着非政治化的底線。前南非總統曼德拉曾經說過一句震撼人心的名言：體育擁有將人們團結起來的力量，那是其他事物難以做到的。這句話一語道破了體育真正的超能力。體育提供了一個無比珍貴的空間，讓原本在戰場上互相廝殺的敵人，能夠在不流血的情況下相遇競技。在這個空間裡，人性得以暫時超越意識形態的沉重枷鎖。當一切都回歸到最純粹的競爭時，我們看見的是彼此身為人類的價值，而不是彼此在政治地圖上被貼上的敵對標籤。最後總結今天的3大重點，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體育必須守護其絕對中立的避風港地位，這是它團結世人的核心力量。我們必須嚴格區分國家政治鬥爭與人類基本尊嚴的界限，拒絕讓賽場成為政黨宣傳的工具。唯有保持純粹，體育才能超越一切意識形態的藩籬，讓大家在所有分歧之前，永遠先以人類的身份彼此連結。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一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